所以是这个质能转换定律就告诉我们，物质可以转换成能量，能量又能转换成什么？物质。我们的木头怎么生长的？树长在地里面，要有阳光照，有没有？阳光是热能，看见没有？热能照在树上，通过光合作用，然后能量又转换成了什么？木头又转换成物质了，并且在整个转换过程中，质能守恒，就是有多少物质会转成多少的能量，有多少能量又转换成多少的物质。说科学家发现，在真空里面，物质是不存在了，叫真空，能量存在。说这个光点哪里出来的？是能量自动转换出来的物质。说是只有物质，我们的科学家才能通过摄影仪器捕捉到暗物质捕捉不到。2013年科学家告诉我们，我们这个宇宙中能够捕捉到的物质原来是 5%， 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是 4%， 也就是所有的物质界的东西在我们的这个生活的空间中，这个跟你们很大的关系哦，要注意听哦。趁你们还没睡觉，先给你们点干货，待会儿给你们点湿货。湿货就是可以睡觉的，哎呀，练功你就可以睡觉了。OK， 干货是要记住的因为这个是你生命中很重要的指导。说这个是叫物质界的东西 4%， 暗物质界的东西占了我们生活空间的 96%， 比例数好大呀。但是这个是可见，可以通过仪器，这个是不可见，仪器也不可见。这是科学家告诉我们，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空间中。那宇宙全息理论告诉我们，你人体是个小宇宙，外面是一个大型宇宙，大型宇宙运行了140亿年。今天的科学家告诉我们，在140亿年前，我们的这个真空中来了，我们的真空中砰爆出了一个小光点，这个叫宇宙大爆炸。 OK， 宇宙怎么来的？这是科学家帮了我们很大的忙，把这个佛陀讲的东西、耶稣讲的东西、老子讲的东西都给讲明白了。科学家是叫宇宙大爆炸理论，就是在一个真空的世界里面，什么都没有的空间里面，突然爆出了一个光点，这个光点生成了以后，砰 ，Big Bang 爆炸然后 Big Bang 然后爆炸大爆炸以后，形成了我们今天的宇宙。从宇宙爆炸点以后，它螺旋着形成了我们的宇宙，140亿年建成今天的宇宙，螺旋的，像这个沙漏像这个沙漏。所以是那么真空能量、真空物质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，我们生活在这个140亿年的宇宙里面，实际上我们也是一个点儿。你的母体，你最开始的时候，我刚才说老师说是个球，都太大了，实际上球就有点把你弄大了。说你是个小不点儿的点儿，你不愿意听，实际上你就是那个点儿。不是我们是这个点儿，实际整个宇宙都是这么个点儿。这个点儿爆炸了，嘣的一下爆炸了，然后生成了我们。你那个点一爆炸了，就变成你这个熊样子了，知道了吗？是你那个点在体内爆炸了，那个零点进去了，砰爆炸了，然后就生成你了。说是最开始你多大？你知不知道你多大？最开始，因为你们现在都好大呀，因为都好牛，除了我没别的了，宇宙也没有了，星空也没有了，地球都算什么事这个世界就是唯老子为大，唯我最大，我哪管别人的事？当然我是最大的了。但是你不知道你最开始有多么小，你最开始有多么小，一个细胞都大了。
实际上它叫父精跟母卵结合的刹那间的一个光点儿，因为有那个光点儿，父亲的精跟母亲的这个卵一结合，那才由这个点儿凝聚了物质，才开始生成你。说是你到底是谁？现在有点意思了吧？你到底是谁？这个肉体是不是你？肉体是不是你？敢说啊？就像蛇一样，是啥意思？是还是不是？你是谁？你是那个点儿吗？哎呀，老师讲了半天课，你们怎么理解力这么差？哎呦，罢课不讲了，这讲了也听不懂。现在明白你是什么了？你是那个点儿啊 ，OK。说我们新加坡叫小不点儿，叫小红点儿，在地球上是个小红点儿，对不对？而我们光荣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个小点儿。有什么了不起？这个小点儿我们富有就行了吧，对不对？你是个人，你小点儿，你这个能量级别高，你怕什么？那个点儿里面的那个能量级别，它就叫核，原子核，它裂变的时候能释放出巨大的能量，它凝聚的时候，它可以把天地都压缩在里面。为什么它可以把天地压缩在里面？这不在这儿吗？天地就是压缩在这么一个点儿里面的，然后它爆炸了，再生成我们今天的这个里面很多星系，有没有？日月星辰银河系什么系，是不是最后回归它的原始状态，就是那个点儿出来的吗？这是为什么我们在藏密修行的时候，他一定让你观明点儿，明点儿，明点儿，没有教你光明泡，明泡，明泡。你们都想大的，实际他教你观点儿，对不对？观点儿，这个点儿才不得了。你最后要练成红光身、红化身，你的肉身可以瞬间放成彩虹走掉，瞬间的变成这个由1.8米的身体变成一个1巴掌大小的小人。记住，他在红化的时候，他是脑袋、身体一起按比例缩小的。不是说最后就剩了一个大脑门在那儿了，肉体，它是脑袋也变成小了。你看那个 baby 现在脑袋也小，胳膊也小，腿也小，才好看，对不对？你将来红化的是一个大脑袋，然后小胳膊小腿，那你不健康。它在红化的时候的奇怪现象是骨都开始按比例，咔嚓咔嚓咔嚓爆炸声，然后一点一点的塑成一个小 baby 小婴儿的一个身体了。什么原理？就是这个原理，就练这个点儿，就练这个点儿，这是个生命的光点。说是真空能量，就告诉了我们一个事实：这个在什么都没有的无里面、空里面、虚里面，是可以能量转换成质量，变现东西出来的。这就是老子的科学无中生有的学问。